我刚走出公司，门口停了一辆迈巴赫，看着逼格很高，路过的时候没忍住多瞟了几眼。B， 车主人却毫无征兆地按响了喇叭。男人摘下墨镜，五官深邃硬朗，浑然天成的俊美感。他的薄唇微抿，冲我挑了挑眉。上车，言简意赅。我愣了片刻，僵硬地拉开车门，坐上了副驾座位。稀奇，我这个见我如见空气的总裁丈夫，今天居然亲自来接我回家。因为我跟他只是协议结婚，有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实。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更像是合租室友。所以他今天来找我，不亚于母猪会飞天的程度。今天是有空了吗？谢谢你啊，我还是客客气气地表示了一下。男人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才响了油门。过了3秒，我听见了他的声音。今天忙得要死，这破系统还要我来接他下班。他又不是没腿。我瞪着眼睛，错愕地盯着他。男人正全神贯注地开车，嘴巴并没有动丝毫。我居然能听见贺州的心理活动。呵呵，我就知道他没这么好心。其实完全不用麻烦你的，地铁挺方便。我莞尔一笑，声音不由自主地冷了下来。我是你丈夫，我们没必要这么生疏。贺州语气生硬，不自然地咳了一声。嘿，这小妮子今天怎么回事？来接她还不高兴了？这破系统，我都说不来，非胁迫我过来啊！对，我这小妮子今天脑子被门夹了，太子爷来接我，我要感激涕零才行。我俩一路沉默，直至回到别墅。灯刚打开，我就被客厅里放着的12层巨型蛋糕惊住了。这奢华又略带土气的蛋糕上还插着会唱歌的莲花灯，真是顶级审美。你今天过生日？我不确定地看向贺州。不对呀，他明明才过完的生日。他解开领带，懒散地靠在沙发上，声音低哑：赵淼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？哦，对了，生日快乐！今天我生日，我自己都忙忘了。贺州说完，又瞬间挺直高板坐得笔直，表情严肃。随后我听见他在内心疯狂喊痛：疼！我态度哪里不端正了？你下手真狠毒啊！哦，我大概是明白了，贺州有个系统会逼迫他来讨好我，做得不对就会惩罚他。我看着男人额间溢出的细汗，心跳还是莫名地漏了一拍。这系统下手的确狠了点。为了防止贺州被系统整昏厥，我夸张地笑了几声，拿着勺子狂吃，还要装作谢谢又被感动到的样子。贺州揉了揉头发，说：你高兴就好。因为平时我们2个基本就是在同一屋檐下，也不怎么说话。现在他被系统强迫着陪在我身边，多少还有些别扭。好尴尬，怎么还没到睡觉时间点？钟表你能不能快点转啊？贺州的内心异常活跃，跟他此时的冰山脸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我是依托答辩吗？就这么不待见我？我抬头看了眼时间，晚8点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都洗洗睡吧。男人眼底闪过一丝欣喜，比我先一步上楼。在楼梯拐角口处，又转身对我说道：23岁生日快乐，淼，这小子能记得我的年龄。估计又是系统怂恿他说的。直到躺在床上，对面的化妆镜反照出我的脸，我才发现从刚才到现在，上扬的嘴角就没下来过。该死，居然有点开心，是怎么回事？反正那个男人又不是真心自愿那么做的。赵淼，你瞎高兴什么劲啊？喂！我窜到被窝里自言自语，心跳忍不住加快了几分。就在我准备关灯时，房门又被敲响。淼，你睡了吗？贺州站在门外，声音小得像猫叫。我瞬间从床上弹跳坐起，一个箭步冲到门口，打开门便看见男人穿着屎底仔睡衣，手里紧紧攥着枕头，一脸冷漠地望着我。怎么了？我干巴巴地问他。天爷，白天签着亿万合同的总裁，晚上睡觉居然穿这么可爱的睡衣！哈，贺州，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呀，我该怎么开口说我是来找你睡觉的？系统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张口说出这么羞耻的话？男人内心咆哮，却依旧面无表情。到底怎么了？见他还是不说话，我又偏头问他。贺州，你也有今天。以前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难办了吧？我的床塌了。贺州搂着被子的手又紧了几分。说谎话的时候，耳后根有点红。所以我想睡你的床。此话一出，空气都尬住了。我一时语塞，掐起床上的被子就往外走。好，我去睡沙发，还没走2步，手腕便被他攥住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一起睡。贺州的脸上终于有了些变化，耳根也彻底红透了。我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，逼问他为什么。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，夫妻睡一张床合法合规。我也很无奈，我也不想和你一起睡觉啊，都是系统的错。我刚准备同意的话，瞬间卡在了喉间。果然啊，我们结婚都1年了，你对我还是没有一丝感情。那我关灯了，我躺在贺州旁边，尽力地维持呼吸频率。我才没有想和他躺在一张床上，我只是怕系统在折磨他而已。毕竟我人美心善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晚安，淼。贺州拉了拉被子，声音闷闷的。
他翻身背对着我，似乎没多久就睡去了。可我的大脑声音嘈杂，真尴尬，尴尬，尴尬啊！救命！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？他不会多想吧？不会觉得我有病吧？床塌了，我怎么会找这么蠢的理由？都怪你，破系统！人家宁愿去睡沙发，也不和我一起睡。都说了，人家嫌弃我了。靠，这狗男人能不能消停会儿？我呆滞地盯着天花板，却依然仔细地听着贺州内心的每一句话，直到他沉沉睡去，我才扭头看向他。贺州的睡相很好，密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。想起1年前我与他协商结婚，也不过是为了搪塞他家里人罢了。3年期限，他那时对我说：“赵淼，如果3年后咱们还是只能当朋友，我们就和平离婚吧。”这家伙永远都不知道，当时我听见他说我们是朋友时，我心都是碎的。狗男人，谁要和你当朋友？我对着他小声喃喃了一句。还有，我要是嫌弃你，干嘛和你结婚？他根本不知道我高中暗恋了他3年，3年又3年。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，还挺温柔。淼淼，起床吃饭了。一睁眼是贺州放大的脸。梦还没醒吗？我模模糊糊地搂住了他的脖子，小声喃喃道：“梦里你还挺温柔啊。”他好像只迷糊的小兔子，脑海里贺州清晰的声音让我瞬间清醒过来。我条件反射地往后仰，咕咚一声摔到了地面。噗嗤，赵淼有点呆，我摔得胳膊肘闷疼，这家伙还站在旁边幸灾乐祸。情绪来得突然，眼眶猛地一酸。我默默扶着旁边的衣柜挣扎起身，那双修长的大手无声地落在了我的视线里。现在又是系统教他的吧？我选择性无视，穿上拖鞋就去了浴室。只听见脑袋里传来贺州的声声疑惑：他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不理我？刚还搂着我呢，哼，真善变。不想跟赵淼说话了，在贺州的印象里，我永远与他的妻子沾不上边。洗漱完，下了客厅，发现他还坐在餐桌上。原本我并不想多问，奈何他的视线一直粘在我身上。你今天不去公司？我一边问，一边在门口换鞋。今天周末，公司不忙。贺州抽了张桌上的餐巾纸，擦了擦手，又问道：淼淼，你要出去吗？饭还没吃啊。我辛辛苦苦做的饭，我这才抬眼望去，桌上大大小小摆了不少。想到发青的胳膊，我笑着摇了摇头。不聊，出去有点事，以前也没少给你做早饭，也没见你吃过几回。哦，好。别走啊，别走，你站住！我将包包攀在肩上，扭头便潇洒离去。没走几步，就听见身后贺州鬼哭狼嚎的声音：别走，我们相处的时间还不够，等会儿那个破系统又要电我了。我顿了顿，又折了回去。贺州，你有事吗？不然送我一趟。男人立刻起身拿起外套，目光殷勤地向围在主人身边的金毛。走吧，这个以前我哪能有这样的待遇？他把我送到了电影院门口。你今天约了人一起看电影吗？谁呀？系统你说说，他会约谁？你放屁，那个戴眼镜的同事。你当赵淼眼瞎呀？会看上他？而且赵淼有老公 ，OK。我听着他跟系统争执的音量愈发响亮，无奈地揉了揉眉心。我谁也没约，就是单纯想出门。结果你说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够，我就让你跟着我出来了。没有，我就是突然无聊，想来看场电影。哦，听见没？赵淼没约其他男人。我们虽然协议结婚，但在约定期限内，最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。我一时语塞，心塞感再度袭来。贺州还是一贯的冷漠，也不说要走，就跟个木桩一样杵在那里。有个爱情片，不然一起看看。我不确定的邀约。他难得笑了一回。好，今天白天相处的时长这样妥妥够了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才笑的呀。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大屏幕上女主哭得撕心裂肺，而电话那头的男主正忙着给女二送药。虽然这部爱情片实在狗血，但也足以让我潸然泪下。这电影真是让人无力吐槽，俩二货搁着耽误女主，女主也是个恋爱脑，要我说直接跑得了呗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旁边的男人还在心里认真的吐槽剧情。一包卫生纸用完，脸上还挂着泪珠子，我有几分别扭地戳了戳贺州的胳膊。你有纸巾吗？男人微愣了片刻，摸了摸休闲运动裤两侧根本就不存在的口袋。糟糕，换衣服了没带纸。没事，没有就算了，等会儿出去买。我此时还在泪眼婆娑地看着他，刚才的情绪一时无法转变过来。贺州却忽然向我伸出了手，拿着他的衣袖轻轻擦去了我的眼泪。我僵在座位上，不敢动丝毫。接着就听见他内心手足无措的声音：我在干什么？我怎么突然脑子抽了，拿袖子给他擦眼泪啊？他不会再嫌弃我吧？这小心翼翼的揣测让我瞬间绷不住了，我的眼泪顿时像洪水般倾泻下来。怎么哭得更狠了？淼淼，这只是一部电影，不是真的。贺州放下手里的爆米花，问旁边的大哥借了一张纸巾，笨拙地擦着我眼角的泪水。我盯着电影里女主离开的背影，忽然想起来贺州也有个发小在国外，他就快要回来了。出了电影院，我脸上的妆基本也哭花了。不好意思，
见笑了，我靠在副驾，说完还顺便打了一个哭嗝。以前觉得在别人面前哭很丢人，更别说在一个不熟的爱人面前哭了。但现在我决定摆烂了，我管他约定几年几秒呢？有些人注定不是我的，强占着也毫无意义。数着日子，怕贺州离开的话，我只会比那个恋爱脑女主的下场更惨。这电影真没劲，还是丧尸片好看。我正感慨呢，突然听见贺州在心里又吐槽了一句。他刚准备把车子启动，我又解了安全带。怎么了？不回家吃饭吗？男人俊美的眉目轻皱，带着一丝疑虑。哦，刚手机看到消息，晚上同事喊我出去吃饭。你先回吧，我晚点再回家，反正今天你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长也够了。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优越的青筋若隐若现。那需要我来接你吗？不用，你回吧，注意安全啊。我利索的下车，关了车门，依然感觉里面的男人在看我。真有同事约他，他以前不这样的，我以前的确不这样，永远都是我陪着他吃饭，他在外应酬，我也从不过问，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我今晚不在家吃饭了。我没等贺州先离开就走了，听着脑袋里他不可思议的声音渐渐消失。今天的确有人约我，就是上午贺州口中那个戴眼镜的同事，不过是因为公司的文件出了岔子，他来送文件，顺便约在了附近的饭馆罢了。这里，赵淼、陆文杰透过饭店的透明玻璃朝我挥了挥手。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卷的工作同事，永远都是西装革履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像是随时都能再给老板10套方案的业界强人。真是麻烦你了，周末还要来送文件。我礼貌地冲他笑了笑。这算什么？以前你在工作上帮了我不少忙，今天刚好还你一个人情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陆文杰摘掉眼镜，笑得有些憨厚。我接过文件放进包里，刚拿起筷子，脑海里那道熟悉的男声再次响起。曹，居然真是这个眼镜男，妈的，笑得一脸猥琐。我手一抖，筷子应声落地。在看什么呢？陆文杰顺着我的视线往窗外望去。哦，没什么，我看外面那棵桃花树还挺好看的，哈哈，贺州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藏着。好家伙，他是怕我婚内出轨。他以前次晚上出去吃饭，我哪次跟踪过他？包括上个月他发小给他打电话说快要回国了，我偷偷听见，也从未问过他。贺州这么点信任都不愿意给我。吃完饭后，陆文杰执意要送我回家，我连声拒绝，就怕他还没走到我家门口，贺州就一板砖砸晕他了。从饭店出来后，脑海里那个叽叽喳喳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我要不要问他，还是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？那个猥琐男还要送他回家？系统，你说正常同事会送女同事回家吗？大哥，我请问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没回头，因为我知道贺州一定就在身后不远处悄悄跟着我。我听着他跟系统像个小媳妇一样抱怨，气笑了。幸亏我对自己在他心中的定位认知十分清晰，不然真的会以为他是在吃醋。美女，一个人。我刷着手机，面前忽然有个人影挡住了我的去路。那道油腻的声音让我反胃极了。我不耐烦地望去，穿着花衬衫的精神小伙嘴里叼着烟，一脸欠揍地冲我贼兮兮地笑了笑。加个微，我加你妈。不聊，我有对象，我强人恶心，只想赶紧离开。可这个黄毛却忽然伸手拽住了我的皮包链。放手，我紧紧攥着包链子，心想这包以后都背不了了，太恶心了。跟哥哥玩会儿再走呗，你对象又不在。贺州要是有良心的话，赶紧冲过来给这个傻缺一巴掌。狗爬东西，扭头看看你老子到底在不在。贺州一脸阴鸷地站在路灯下，黑色皮夹克挂在肩头，纯白 T 恤衫紧紧贴在胸膛，勾勒着健硕的肌肉。忘了，贺州每周都有练来着。你算个什么东西还？老子黄毛显然是慌了，说话也结巴。男人走过来，牵住了我的手，视线落在黄毛拉扯我包链的手上。他妈的，还不松开！小混混闻着花臂的胳膊抖得像个马达，这大花臂跟着他真窝囊了。黄毛手抖着松开，转身就想跑，被贺州一把掐住后脖梗，跟我老婆道歉。对不起，大哥，都是道上混的，小弟有眼无珠，下次见大嫂绝对绕道走。黄毛怂得也快，被贺州一个眼神吓得求奶奶告祖宗的。不过他是怎么认为贺州在道上混的呀？我悄咪咪地打量着此刻有些帅气的男人，别说，就这长相身高，的确压迫感十足。你小子这是赶上了法治社会，搁以前早躺地上了，听得懂？贺州不屑地扫了他一眼，让他赶紧滚。什么垃圾东西，以为纹个破花臂就能装逼了？真欠揍，好想给他来2拳。妈的，忍不了！我看见贺州青筋暴起的手臂，心里一惊，飞快地搂住了他。那畜生欺软怕硬，你给他一拳，他躺地上不得讹死你呀！你怎么来了？贺州的手腕渐渐放松，只是依旧阴沉着脸不说话。他反手拉住了我，一路沉默，只是内心戏依旧丰富。他不应该感动吗？不应该抱着我痛哭，说老公你好帅吗？呆头鹅，赵淼是不是呆头鹅转世啊？哎，
系统，你是不是知道他会有危险，才一直让我跟着他的？原来是系统让他跟着我的。回家后，我在浴室洗漱完，他早早就躺在床上装睡。好饿，一晚上都没吃饭。我放下毛巾，假装随口一问：贺州，你晚上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他头蒙在被子里，回答得极其迅速。哥们，没吃就没吃，咱诚实点不好吗？我擦了擦半湿的头发，又跑到1楼厨房翻箱倒柜。平时都在外应酬，家里也没什么菜，给他弄个西红柿鸡蛋面算了。他到楼下干嘛？不行，我起来看看，一碗面条10几分钟就弄好了。我还准备上去喊他，就见他靠在厨房门口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你不饿？我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餐桌上，回头问他。我不。贺州说了半截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把不饿2字吞进了肚子里。真好吃，好想再来一碗。没几分钟，面条就被他吸溜完了。再来一碗，看样子好像是没吃饱。不用，吃饱了。贺州文雅地擦了擦嘴，起身上楼刷牙。唉，这个口是心非的男人。夜里躺在床上，他又背对着我在纠结我跟陆文杰的关系。贺州，我对着黑压压的房间喊了一声。男人装睡没理我。我知道你没睡，我们聊聊。他终于动了，转过身，声音有几分阴哑。聊什么？以后，我们的以后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心里的疙瘩在这几天越滚越大，很难受。首先，今天晚上跟我吃饭的同事仅仅只是同事，因为之前工作上帮过他忙，所以他请我吃了一顿饭。哦，这样，其实我早猜到了，同事吃饭而已，我也没有多想。贺州云淡风轻地说出口，完全符合他闷骚的性格。其次，咱们协议结婚期限是3年，对吗？话音刚落，我就感觉到贺州的呼吸一滞，小暖也快回国了，我的声音开始颤抖，忍得说话费劲。其实我们可以提前结束。贺州没说话，他在心里嘀咕的声音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也不敢听。夜里迷迷糊糊感觉肩膀上多了一份温度。如果你是真的爱我就好了。可惜从那晚上开始，我几乎又跟贺州回到了从前的生活，只不过晚上还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但也仅仅只是背对背合眼休息。今天小暖回国，我去机场接她，贺州特地换了正装，领带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。男人离开时眼神都是明亮的。我屈膝靠在沙发上发呆，盯着客厅那张结婚照看了半个小时，最后转身回到房间开始收拾行李。赵苗，人要有骨气，离开就要果断，他不爱你，这条路迟早都要走到尽头的。我把当初来到这个家时的行李箱又翻了出来，多的东西我一件都不会带走，只是将衣柜里自己的衣服都装进去，顺便将化妆桌里的结婚证拿了出来。我原本想打个电话，最后还是写了一张纸条，准备放在床头，结果一扭头撞进了一个坚实的怀抱，我踉跄了几步，在快要跌倒的瞬间被贺州拦腰搂住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他现在不应该在机场接苏小暖吗？男人薄唇微起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却又站在门口无动于衷。这不是半路听系统说你要离家出走吗？我又赶回来了。你是准备出去出差吗？贺州装傻充愣，我心里直冒冷气，呵呵，都现在了也不愿意说一句挽留我的话。对，我拉上行李箱的链子，将拉杆升起，拿起旁边的钥匙，顿了几秒，又放回了原处。这房子不是我买的，以后也不会回来了。WC， 赵淼要跟我离婚，贺州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但我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最近就不回来了。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。我没有直说离婚，但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。赵淼，什么意思？贺州的声音终于有了语调，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寡淡。我们就到此结束吧，本来也只是协议结婚，现在小暖回来了，咱们都好聚好散，永远都是朋友。贺州，还记得吗？咱们只是朋友。贺州眉间轻蹙，1.88米的男人站在门口，低头拦住了我的去路。让，我漠然地看着他。不让。我果断放弃行李箱，从他的臂弯下钻了过去，结果还没走到门外，就被贺州扛在了肩上。放我下来！我扭着身子不断挣扎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过分。贺州，你能不能有点良心？我彻底崩溃，头发丝粘在侧脸，宛如疯子般哭喊。我这1年来尽职尽责地扮演妻子的角色，他在外喝得进不来门，搂着我说想吐，我凌晨又爬起来给他煮解酒汤。喝醉的时候说自己很孤独，没人陪他。我不是他妻子吗？我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为什么看不见呢？你今天闹什么？别闹！贺州声音凌乱，紧固着我腰间的手臂不松丝毫。别闹了，乖乖。我嘴巴笨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系统，你快告诉我怎么哄他。你要是真舍不得我走，跟我解释啊，你跟我解释啊。再说一遍，放我下来。我的语气彻底冷淡，红着眼眶瞪向他。贺州随后掐着我的腰，乖乖把我放回沙发上。放就放，凶我干什么？我找了一圈，发现行李箱在他腿边，贺州还试图将他蹬到门缝后面。给我！下了楼，我一路狂奔。
而男人还在纠结要不要来拦我，可是他不愿意让我碰他。蠢男人，活该你没老婆，我不要当你老婆了。离贺州距离远了，就听不见他在想什么了。我躺在酒店的床上，尝试放空自己的大脑，可闭上眼睛，全是和他的过去。咚咚咚，经历过上次被骚扰后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瞬间站立。我手里紧握住手机，透过猫眼看见一张面容清秀稚嫩的脸。嫂子，你在吗？苏小暖怎么知道我的酒店地址？你好，来有什么事吗？我讪讪地打开房门，没看见贺州的身影，垂下的睫毛颤了颤，心里却像有重鼓在敲打，咚咚直跳。你跟大哥吵架了？少女笑得腼腆，反倒让我感到局促。我就知道我哥嘴笨，嫂子，我先解释一下哦，我们是重组家庭，我成年就出国了，最近才回来的。嫂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跟大哥吵架呀！我连夜被揪过来解释了。苏小暖亲昵地挽住了我的胳膊，把我之前的揣测统统打破了。贺州，他根本就不爱我。我窝在沙发上，屈膝环抱胸前。我们之间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隔着一层纱。之前相处的时候，两人总是彬彬有礼的，感觉生活在一起不像夫妻，更像同事。后来，最近他被系统胁迫的倒是跟我亲近了不少，但并非他愿意如此。嫂子，你还是回吧，不然这么冷的天，大哥估计要在酒店楼下站一宿了。苏小暖凑近我耳边小声嘀咕，他要是不爱你，可不会是苦肉计嘞。我裹着外套，脚下还穿着酒店的拖鞋，迎面便看见树下站着一个高挑的男人，他只穿了一件黑色短袖，指尖还夹着烟，看见我来了，才匆匆将烟掐灭。回家好不好？贺州拉住我的手，语气可怜，那双桃花眼湿漉漉的。这个男人什么时候学会撒娇的？我错了，淼淼。我以前就是个木头，不会说话。我以前是纯装呢，我没想冷淡你。贺州说着，便紧紧搂住了我，还顺手抚平了我翘起的头发。贺州见我依旧不说话，又开始撒娇。淼淼，我头好疼，我好像感冒了。叫你不好好穿衣服，我气得捶了他一下，扭头便往酒店门口走。淼淼，淼淼。贺州忽然提高了音量，将路过的行人都吸引得偏头看来。我爱你，扑通一声，是我内心冰川炸裂的声音。我呆滞在原地，见他从树下拿起那束精美的玫瑰朝我走来，恍惚间看见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我这球打得帅吗？”忽然我意识到，好像听不见他内心的声音了。他去前台办理退房手续的时候，一口一个我老婆不住了。前台的工作人员笑眯眯地望着我，我悄悄拿起玫瑰挡住了羞红的脸。回家后，我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没过一会儿便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，接着床的另一边陷了下去。听不见贺州心里的声音，让我莫名的没底气。我装作熟睡的样子，放平呼吸，可腹部忽然一热，男人温热的手掌贴了上来，我彻底凌乱，僵着身子动也不动一下。淼淼，你睡了吗？我们来聊聊天。炽热的气息喷洒在耳垂。别问了，我睡了。我知道你没睡，我们来聊聊以后，我们的以后。这话怎么似曾相识？我终于憋不住气，转身撞进了他的怀抱。我们有以后吗？在黑暗中，我依旧能清晰看见他的轮廓。如此熟悉，我的丈夫。有啊，我们以后不对，我们从现在开始永远相爱。当木讷的男人开始说情话时，他终于明白了爱需要表达。轻柔的吻秘密落下，他笨拙的索取，虔诚却又急迫。贺州，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是系统吗？我喘着气推开了他。男人瞬间清醒。淼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能听见你心里的声音。贺州安静了2秒，忽然拉着被子捂住了自己的脸。那岂不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没错，我回答得十分迅速。那现在呢？贺州声音哑得不像话。这几天忽然听不见了，他的系统是不是没了？任务完成了吗？到底是什么任务呢？我很好奇。那你现在又在想什么？我轻轻戳了戳他的肩膀。我现在还想亲你。淼淼，那不是系统，那是寺庙里的祈祷符，你求下的。男人眉眼微弯，笑意渐浓。你早说爱我呀，看你婚后拘谨的样子，我以为你不爱我呢。男主视角，你已绑定追妻系统，请按照任务指令行动。我醒来时，脑子一阵眩晕感。追妻？我已经结婚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从房间里出来，客厅的餐桌上早就摆好了赵淼做的早餐。对呀，追求你的妻子，没错呢。因为是相亲认识的，还只是为了应付双方家里人的催促才协议结婚3年，所以我们的相处方式极其怪异。去接你的妻子下班，还在办公室怒看合同的我，突然被系统揪到了赵淼楼下。少女见我来，脸上除了惊讶没有任何喜悦。我都说不来了，非要我来，人家根本对我没感情。哪有来接妻子的丈夫还被妻子礼貌感谢的？不是，你当初说要跟别人当朋友，人家能怎么办？系统机械的声音里居然能听出几分气愤。我有说过吗？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去和赵淼睡一起，速度。大哥，你别整我了，我不要和他睡，人家不爱我，
我这么做太鲁莽了，我扒在门边，使劲反抗。你猪头啊，人家不爱你，跟你结什么婚？因为他的家里人催他了。放屁，人家才23，着急结婚嘛。他喜欢你呀，他喜欢你呀。你个蠢蛋，气死本福仙了。内心的悸动再次翻涌。我躺在他身边，闻到了淡淡的茉莉花香，很想转身看看他，可又担心吓到他。从一开始系统的逼迫，到后来我不再需要系统提醒，我才发现真正合格的丈夫，除了对他绝对尊重以外，还要学会说出自己的爱。完成系统指令的那一天，他跟我说，赵淼误会了我跟苏小暖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消失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长个嘴是要说话的。系统说他其实是寺庙里的祈祷符，有个少女的愿望是希望和自己的丈夫成为真正的夫妻。我以为是上天的缘分让他来到我身边，却不知道他在暗淡无光的3年里无数次向我投来目光。晴空万里的一天，淼淼不知道从哪里又把当初结婚签约的协议书又翻出来了。贺州，今天是我们婚姻到期的一天。淼淼笑如弯月地拿出那张泛黄的纸，我一把夺过，揉进了垃圾桶里。淼淼去沙发上躺着，老走来走去的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。贺州，又转移话题啊你？什么？你说你今天更爱我了？我轻柔地将他拦腰抱起，在他额间留下一吻。淼淼，我们的婚姻有无数个3年。晚安。